那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呢是一个跟能量有关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画面上的这个主题亚当的量子疗愈场。那大家先看到这个画面上右手边的这一位我用滑鼠稍微动一下右手边的这一位他是谁呢？他是一位加拿大的人。然后呢，他本身呢有1/4的印第安血统跟1/4的这个华人血统。然后呢，他的故事是什么呢？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的过程，我大概列了几个重点。我会先谈谈亚当他本人的奇人奇事，然后以及呢他所独创的这个功法，他的这个历程。然后呢，以及呢大家最有兴趣的应该就是他说这个是人人都可以学会，然后人人都可以练习的这个功法，跟它的重要的心法是什么，以及呢针对我们自己日常如何自我保健的这些应用的这些实例，然后来做今天整个的这个分享的这个内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亚当那其实呢他的这个故事是这个样子的。他从出生开始他就一直以为每个人都看得到人身上的这个气场，每个人都看到人身上的这个气场，因为他从小呢就可以应该说是光场。他从小呢，例如说他说他看电视的这个时候，他会知道那个电视上的人他本身没有生命力。然后呢，他说呢，他从小呢，在这个不论因为你知道住加拿大的话，他们有很多的这些森林或者是大自然的这个环境里面。那在这个自然的环境里面呢，他往往就是要去打猎或是看任何东西的时候，他永远是第一个发现猎物的，因为他会像一般人的视觉以外，他会看到有一个有颜色的，或者是一团可能像雾气一样的这样有时候是雾气，有的时候是光场的一个这样子的能量在那个地方。所以呢，他从小呢就一直以为呢自己这个大家都看得到。所以他说的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他从小呢最没有办法跟别的小朋友一起玩的游戏是什么呢？叫做捉迷藏。他说因为呢，例如说有一个人躲在柜子里，或一个人躲在树后面，他说可是他只要一转身，他一看他就在树后面所以他一直不知道这个游戏到底有什么好玩的。然后他说他一直大概到13、14岁才知道说原来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能力。然后呢，再加上因为他看得到，所以会产生许多的一些生命中的这个困扰，因为他会感知到旁边人的这个能量状态。因此例如说这个人他内心很悲伤，或者是这个人他讲的话言不由衷，那么有时候的这些童言童语呢就会冒犯了一些大人。所以他从中学开始他就晓得怎么样去隐藏自己，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呢连他爸妈都不太相信，甚至认为有点担心这个孩子是不是生病或怎么了。但是呢他的生命发生了什么样的这个历程呢？他的父母是怎么接受他呢？这个就要从有一次呢他的妈妈，就是他的妈妈呢有所谓的这个多发性硬化症。就是呢他说他的这个多发性硬化症就像画面上我们从网络上从这个照护线上这个所借用的这张图会发现说，这个多发性硬化症呢它有许多的这些症状。然后他说呢他的母亲的这个症状呢就是一发作起来的时候他的这个描述就是例如说有一天晚上他跟他的不是有一天不是例如是他被他妈妈所接受的事情是因为这个样子的。有一天晚上呢他说他们家是一个关系很紧密的一个家庭。然后呢有一天晚上呢他跟他的爸爸还有他的兄弟在家里面看电视，还有妈妈。可是妈妈呢忽然间脸色一沉，然后呢自己默默的然后上楼去。然后接着呢就听到呢从楼上妈妈的房间里面那传来妈妈很压抑的这个喊叫声，疼痛的喊叫声。他说呢他们从小就已经习以为常了，因为呢他妈妈有所谓多发性硬化症，一开始发作的时候他的症状就是从他的头部到他的这个脸部的这个位置会有像针刺一样的那样子痛苦的这个感觉。所以他妈妈也不想打扰家人，所以就会默默的自己到房间里面然后去喊叫这样子。那他们虽然很心疼，但是呢这个无以这个也没有办法。但是呢亚当那一天呢因为呢他前面呢有历经了一些过程，我待会再分享。然后呢他是一个直觉，然后他就走上楼去，然后把他的双手放在他妈妈的头上，用待会我们要分享的他自己所独创的这个量子疗愈场的这个方法。然后呢很快的他妈妈就沉沉的睡去了。但是这个时候呢因为他那时候还很资浅，刚开始没有正式疗愈他人的经验，忽然间妈妈身上的疼痛跟刺痛感跑到了他的身上，
换他变成头很疼很不舒服，虽然没有像妈妈针刺的那么难过，可是他整个人几乎也瘫在那个地方。可是他的妈妈第一次被他的这个双手这样子一摸，然后能量运作了一下之后，他妈妈竟然这个疼痛就是很快的睡着，然后不痛了。所以呢，他妈妈第一次开始接受他的这个之后，开始带他去拜访以及参加一些其他的这些课程或者是一些讲座跟座谈会。所以呢，他有一个他学习的这个历程。那但是呢，我就讲他生命中比较重要的几个发现好了。第一个呢是因缘际会，就是有时候我们常常说在我们这种不论是心灵练习或者是修炼的历程，我们常常说老师准备好了，学生就出现了，然后学生准备好了呢，老师也会出现。反正因缘际会呢，在他的一个舅舅的一个牵引之下，反正那时候呢画面上的这位是谁呢？他碰到的第一个这个贵人事实上是这位叫艾格米歇尔。那他是谁呢？他是这个看到这个大家有看到画面上有一个太空人的服装，他就是美国最后一次的登月行动阿波罗14号的这个太空人。然后我想大家现在在网络上看到很多网红在讲这个美国什么 NASA 太空总署压下了很多这些太空人看到外星人或者是看到了这个月球上有什么建筑的这些神秘的事迹。简单的说呢，这位艾格米歇尔博士太空人前太空人，然后他从这个太空人的生涯退下来之后呢，他也成立了一个研究机构，专门在研究各种神秘的事物，然后以及用科学想要验证一些目前还不可知的神秘事件。那其中有一个项目呢，就叫做远程疗愈，就是远程疗愈。好，那长话短说，简单说就是在因缘际会之下，他去参加了他的这个公开的200多人的这个讲座，然后他在场中发挥了他的能力，然后治愈了他旁边的一位女士。没有想到他旁边那位女士原来是米歇尔博士的这个旧识以及好朋友。简单的说，他们就跟米歇尔博士呢就连接上了。从此呢，这个米歇尔博士呢提供他非常多有关于，因为米歇尔博士他本身也是量子力学研究的这个先驱之一，那提供了他很多科学方面的知识，然后建立他的这个自信心。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同时这个亚当呢，他还拜了一位周博士是华人的周博士。他说他是住在 LA 的这个洛杉矶的这个周博士。可是呢他把他的这个状况这个跟对方联系上了之后，对方常常抽空到他所住的地方，然后来教导他，提供他很多有关于比较是我们华人传统，例如说道家的修炼接地气等等的这些能力。然后之后呢，他再陆续的去拜访了这个修习灵气啦，然后或者是他们当地跟他一样具有天生看得到能量场的这些这些治疗师。因为之前他的父母是不接受的，可是自从呢他的妈妈感知到他孩子真的有这样子的这个能力之后呢，开始硬着头皮然后带他去，所以他就踏上了他的这个学习之旅。好了，那他后续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他开始发现呢，他的能力在逐渐的这个因为开始有一些前辈然后在指引他，他发现他看得到人身上不同的这个能量场的这个情形，然后跟状况。那每次谈到这个地方有时候在正式课程上有很多同学就会说那这样 David 你讲的这些都是天赋异能的这些人士我们天生没有这个从小就看得到人气场的这些能力，所以我们一定学不会这千万不要这样想亚当呢，他是先描述他自己特殊的这个历程。好，然后但是呢，他后来整理出来的心法跟方法，他告诉各位朋友说，其实人人都可以学会，就像上健身房锻炼肌肉一样。然后呢每个人一定都可以学得会，哪怕你而且呢你学会的目的其实是疗愈自己跟疗愈他人的过程中，不需要你也一定看得到什么，然后听得到什么或感觉到什么。那么重点是只要你有一颗开放的心。这个待会我们在谈到他有关于疗愈心法的时候呢，我们会再多谈一些。好的，而且额外插一题，就是很多朋友在上这些心灵课或灵性课程的时候，会听到说，哇，很多老师很多前辈他们怎么好像天赋异禀，对能量感知特别敏感，然后有的人天生什么看得到什么东西。那事实上呢，从心灵修炼的角度来说就是其实在新时代的领域里面，我们都会谈到
就好像我们看那个什么星光大道那种歌唱比赛，你会不会觉得说老天爷有时候很不公平？有的时候真的是老天爷赏饭吃，为什么同样都是进入决赛的20位，怎么有2、3个一唱就觉得这个一定是前2名，一定是前3名？这个简直是老天爷赏饭吃。为什么有的人一看就觉得说他大概差不多就5、6名吧，能够进前10就差不多了哈？然后会不会觉得自己没有这个天赋，然后再怎么练都没有用呢？在这边呢，我们要跟各位朋友分享哦。那么其实呢，就灵性的这些观点来说，你每一世的那个努力，以及你当下的努力都不会白费。好，因为呢，在新时代的这些讯息里面都会谈到，哎，这个人为什么他一站出来，他在这个地方天赋就特别好，就像亚当为什么天赋就特别的这个部分，有很多时候是因为他在之前的其他时空啊，我相信的朋友可以认为是他的前世里面，他已经努力了很久了，他可能就是那种歌唱比赛，已经做过好几次的这个20名哈。或者是好几次只进到10名边缘而已，然后呢，终于这个能量累积到了，时候到了，然后呢，这一次现在的这个时空里面，然后他就发挥了他这个最大的这个努力，他就看起来好像是哇很top one 这样子的这个角色跟定位，所以各位朋友不要认为说，哎，我有兴趣，但是我好像没有天赋，然后就放弃了千万不要这么想。好的，然后呢，亚当呢，我们在这个。简单的说，就是他后来呢，在这几位老师的整理之下，他分享说，他所分享的东西并不是所谓的灵气他说这个其实他分享的是一种经文的能量，只是呢，他称之为光，以及呢，他取名叫做这个量子疗愈场。那为什么取名这个部分，我们后面再多做说明。但是他就说，他发现古今中外的这个各国的文化、古文明里面，其实都有谈到这种经纬的能量。在日本人呢，他们那个 Reiki 他的书上是写 Ki 其实呢，他说中国人称之为气，然后呢，可能在印度或某些地方称之为 prana 这个宇宙的生命的这些能量。那么他只是把它称之为这个光，以及他发现这个光的他特别有心得的是他在疗愈以及他在量子的这个特性上面的这个运作。那简单的说呢，画面上这张图是他最后因为他整个的这个著作系列，我待会会介绍。其实呢，他的这个主要著作呢有5本书，目前中文翻译呢只有3册。然后呢，他里面所分享的他自己呢，目前后来的这个状态，他可以看到，已经练习到，他可以看到人所谓的这个全像图。简单的说，可能各位朋友有没有听过说，有的人开了第3眼，有人天眼，有没有这个有些修炼的朋友说什么天眼、慧眼、佛眼、法眼等等。那用现代的科学来做比喻，就很像是你看，像我们画面上的这几张图，有的图是不是很像这个这个有的图它就很像我们照 X 光的时候会看到你骨骼的这个状态。然后呢，我们用一些仪器的时候呢，可能可以看到你的这些这个神经网络的这些状态。那上面的这4张图都只是一个示意图。亚当说，他后来就像他现在的这个状态，已经练到说，他手上像是有一个他用电视遥控器做比喻，他面对他所要疗愈的人，那么他需要他的骨骼状态，他就会自动切换到看到他的骨骼状态的全像图。然后他要看这个人他的器官状态，他可能就会跑到变成右下角的这个图形的这个状态，看到他的这些血管然后神经系统等等的这个情形。那在他学习的历程里面说，其实当他在进入这个状态的时候，第一次他也会非常惊讶。他说，因为你看到这种血淋淋的这些网络，然后看到人的这些内脏，他自己也非常的惊讶跟这个甚至有一些恐惧。那但是呢，就像是他的天赋才能一样，然后他在因缘际会之下，一步一步的，然后去朝向这个地方，然后去这个努力。好，然后呢，他就说呢，他在疗愈的过程里面，他现在在疗愈的过程里面，先讲他所谓的这个疗愈很多时候他都并不是在这个跟这个人面对面，很多的时候呢，其实他是一个远距离的疗愈。待会就会马上谈到让他名满天下，以及他第1本书叫做为什么书名叫做我治好了摇滚巨星的这个癌症这样子的这个这个故事。那我们先看一下，他说呢，当他在这个疗愈别人的时候，因为他常常在远距的情况之下，然后但是呢，他是把对方身上的这个全息图调到他的这个眼前来。换句话说，就很像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是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超级英雄钢铁人的这个电影的
一个片段，我给大家看一下他电影中的这个片段我请助理稍微播放一下这个影片。OK， 好，那这一段是非常短的一个部分哦。好，稍等一下哈，把这个 OK， 好，再下一张。好，我先讲一下，他在这个部分里面有谈到一个东西，就是他在我先讲他最后的状态，然后最后再告诉大家说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怎么样自我练习。他说，其实他的很多的学生或者很多上他工作坊的这些同学，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大家可以做到不同程度的这个结果。OK， 好，那就算不是做到这么深度的这个结果，他有非常多实用的自我疗愈的方法，这也是我们待会第二部分马上就要跟大家介绍的。我们先说一下他刚才的这张全像图的这个部分。他说他在疗愈的过程中，有的时候旁边的人或者是家人看到，会觉得他好像在跳舞，会看到他在空中就像刚才钢铁人那个片段，他的手在那边比来比去，他可以这个像操纵那个 AR 的那个技术一样，把他身上的不同的能量状态隔空就抓出来他不用这个人的肉体在他的前面，而是他直接把他这个人的全像图一个虚拟的全像图调到他的这个眼前来，然后他直接在这个全息的状态之下去梳理以及调理他身上的能量状态，包含用梳理的，包含用移除的，包含用待会我们会提到他功法里面最重要的观想，然后去移动移除能量的方式，然后来做这个处理，达到这样子的结果。好了，那亚当呢，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学习之后呢，然后呢就遇到他生命中的另外一个贵人，也是让他年纪轻轻的19岁20岁就名满天下，以及得到这个梦幻疗愈师 Dream Healer 的这个封号，然后上了加拿大那以及这个美国、加拿大许多的这个媒体然后也促成了他第一本书的这个著作，就是碰到画面上的这位加拿大猫王他叫做朗尼·霍金斯先生。我给大家看一下他的这个影片这个他的OK， 好，这段影片呢是在1960年的时候，哇，是在我出生前，是在我出生前，他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所以他是横跨歌坛非常久的这个人。然后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给大家看一下来好，这个事实上呢，朗尼先生呢现在是长这个样子。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2022年的9月份，就是呢那时候呢，这个朗尼·霍金斯，因为他是加拿大家喻户晓的人物，因为他就是加拿大的这个歌王，然后常青树。但是呢，他忽然间他的这些好朋友，以及他的乐团然后呢，甚至包含市政府都赶快颁给他一个荣誉市民的这个奖章，以及要帮他办一个告别演唱会。为什么？因为呢，报纸就揭露了他得了所谓的这个胰脏癌，就所谓的这胰脏癌。没药可医，而且进入末期，然后西医都已经宣告说他可能剩下3个月、6个月，是最多不会超过1年的这寿命，所以他要告别跟所有爱护他的这些歌迷们告别，所以要办这个告别演唱会。可是呢，亚当在电视上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呢，他利用他的能力去感知对方之后，他感知这个人其实这个有救，而且他的这个灵魂是非常 open mind 的一种状态待会会谈到。被疗愈者的心态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他竟然跟他的父母说：“我们可不可以联络他一下？”他说：“我觉得我可以治好他既然西医已经放弃他了。”所以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他的父母呢，真的帮他就写了一封信，然后呢，去跟对方的经纪人然后沟通，然后呢，结果对方就开玩笑的说：“好啊，假如你能够治好我的话，那我就会送你一个这个。”我朗尼·霍金斯亲笔签名的这个 T 恤 ，OK， 说酬劳只有这样而已。然后呢，亚当呢就从2002年，就是我们画面上这个数字，他从2002年的9月21号帮对方开始这个处理帮对方开始处理 ，OK， 好，等一下这个帮对方开始做远距的处理。他们2个人这个居住的空间相差了3000英里，
这么远的这样的距离，所以他从来没有在他帮他治好之前，他从来没有当面见过他。然后呢，他处理的方式是他每天花一点时间，从几分钟到20分钟，远距离的，然后帮对方用待会我们所要分享的方法，对他的能量去进行处理，然后跟梳理。OK， 好，然后但是呢，他会告知对方，就是有的时候他会跟对方通话一下，叫对方感觉一下说身体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那么我今天会帮你做，今天晚上我会帮你做这样子的远距离的处理。所以，例如说他从9月21号开始。那对方也就是这位巨星有告诉他，9月23号的晚上，当他在处理对方的时候，这位朗尼先生有回复他说，他当下感觉到他的腹部不断的颤抖不由自主的这个颤抖，就像有东西在推你肚子上面的脂肪这样子一样，然后快速的这些颤抖，然后在远距的情况之下，这个对方很快的在1个礼拜之内，其实就发现，他的脸色从这个像死灰一样的这颜色。开始变成比较明亮起来，然后越来越好，然后一直到2003年的2月27号，大家可以算一下，差不多刚好就是经过5个月的时间，他身上已经查不出肿瘤细胞了。然后在2003年3月底的时候，就再隔了1个月，6个月之后，他再去全身做那个核磁共振，全身上下找不到一个癌细胞，然后证实他在短短的5到6个月之内，所谓末期的胰脏癌，然后他竟然这个一点细胞通通都不见了。而且呢，我上网有去查。这件事情发生在2002年到2003年，那现在呢，这个朗尼先生还活得好好的，换句话说，从治疗完了之后到现在呢，他又多活了将近20年的时间，而且持续还在发行他的这个新的专辑，当他被治疗好了之后，所以后来呢，这个亚当就在2003年他就收到了这个朗尼先生，然后寄给他的这个亲自签名的这个 T 恤。然后同时呢，他们还变成了这个好朋友，然后他们这个互相拜访了几次。那我先讲一下他治疗朗尼先生的时候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因为这个案子呢也启发了亚当后来的这些疗法，也是待会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他所整理出来的每个人都可以学习的这些方式大概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胰脏癌。因为我自己的亲友当中在几年前也曾经有亲友得了这样子的癌症往生。那大家都知道胰脏癌它是在这个其实我之前也没有特别知道，它是在我们这胃的后方然后大概是在右上方的这个位置。然后呢，亚当说他在疗愈对方的时候呢，他看到他把对方的这个身体的全像，就像刚才的那个身体的透视图，把它调到眼前来看的时候，他发现对方要有一个对照嘛。他说，因为他之前也没有处理过胰脏癌，他处理这个，他只是想要直觉觉得他可以帮助对方。那因此呢，他要把这个胰脏癌的这个也是第一次处理，因此他就想了一个办法。正常的胰脏应该长什么样子？否则我知道他现在的胰脏长这个样子，他发现对方的胰脏这个长得肿肿的，他在他的这个全息图的这个视觉这个闭眼的这个感知当中看到的是，他的胰脏癌，他的胰脏的部分就是除了有点肿胀之外，然后但是呢，像是一个封闭的能量系统，紧紧的没有东西流进跟流出。他想说，那怎么治呢？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对了，我爸爸的身体看来很健康，然后呢，他就先放下朗尼先生的全息图，他调他爸爸身上的能量全息图来看，他就看到他爸爸的胰脏，他发现他爸爸的胰脏呢，事实上呢是应该有一些这个胰岛包含这些是有一些液体、一些体液这些器官会产生某一些胰脏产生的这些液体胰岛素等等这些东西是流动进出。他就发现朗尼先生的问题在于，好像那些肿起来的部分，就是那个肿瘤滋生的这些肿瘤塞住了这些管子，让他的胰脏其实没有办法去运作。那因此正常健康的这个胰脏的这些运作功能完全丧失，甚至细胞在被堵住的情况之下呈现坏死的这个现象跟状态。因此他说他从第一次治疗开始，他就做一个观想，那么他帮他在能量上，然后去松开他那些被塞住的这些地方，同时呢运作用能量的运作，待会我们就会看，就会教各位朋友他的这些方式。然后那个能量带领着他胰脏应该分泌的这些液体体液，然后开始做这样子的流动。所以他是用这样子的方法，然后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在每天给予几分钟时间的这些观想远距处理之后，这个没有想到对方的这些状况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然后越来越好。
所以在这个案子之后呢，这个亚当呢，他体会到了什么样的东西？就是结合他之前我说他不是有这个米歇尔太空人博士，然后以及呢这个气功的华人的这个周博士周师傅的这些教导之下，那么他体会到了一个东西，就是他发现呢，我们可以这个他后面是说人啦但是他前面是他自己体会到的这个全向观测。他发现所谓的这些量子场的疗愈没有时空的限制，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以前好像从一个东西例如说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大部分的朋友在家里面，因此别人要寄一个东西给你，或者是你要买一个东西，那么从你下了订单，那因此呢，别人呢或者是厂商要出货进到仓储，可能再交给什么快递，然后之后再运到你家门口按门铃，然后要你假如你住楼上，还得从楼下把它搬到楼上来，因此呢会有这个时空的差距。但是他发现其实最近很多的网红，不论是这个我就不提谁了，大家去看，现在有非常多人在讲这个双狭缝的这些实验，然后再谈呢这个量子力场的这些特殊性，它就变成他提出了一个他这一点重要谈的概念是说，他发现量子没有所谓的这个时空限制，他请大家要拿掉我处理对方的时候是从那边然后运到这边来，要有一个时间性，例如说要间隔5分钟我才能够感知到什么东西。他说没有，他发现当下处理虽然他们相隔3000里这么遥远的地方，但是呢对方当下跟他是有同步的这个感觉，没有说像你讲话假如你喊一句话，像山谷的回音，你还要再等几秒钟回来。他发现没有，他发现这个是穿越时空的，而且那个全息图是对方当这个能量到他的这个面前来的这个时候，虽然不是他的肉体的本身，但是他竟然可以在当下处理对方的这个能量场，而且就这样子影响了这个对方。好，然后呢，以及呢，他光透过这个观想待会就会谈到这个部分，观想，然后以及这个光的能量，它就能够影响我们身体的这个细胞，他发现就能够影响他的细胞，就像刚才说的，他松开他塞住的这个管子，不论他用待会我们所说的梳理的方法或者是能量注入的这些方式，发现对方的身体就会呈现这样子的这个反应。然后再来，在后面呢会谈到他的这个什么叫做有人投球也要有人接球。他发现呢这一位摇滚巨星会好，跟他之前处理过一些比较小但是不是癌症的案子，在他的学习过程当中尤其是他爸爸妈妈接受他之后，那因为他不想影响他在学校的这些生活，所以他反而不敢在学校展示这个能力，倒是他爸爸妈妈公司的同事还有他的亲友，常常就有人有这种这个多年的这个酸痛处理不好的，西医治疗了好几年都治理不好的这些毛病，就很像来找一个另类疗法一样，然后找他来这个展现。在他过往的经验里面呢，他就发现这就很像打电话或者是送东西，有人送也要有人接。他发现呢，我们自己的这些心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呢假如你自己不相信，就被疗愈者自己本身不相信，这就很像别人要送你一份礼物那但是这个礼物呢，你是怀疑的，你是不想接受的，他发现这个疗效呢就会非常非常的有限。然后他发现能够接受到这样子别人帮助的人，他本身要对这个疗法，就算他不用100%相信，他至少要采取一个 open mind， 一个比较开放的心胸跟一个心态，然后来接受，它这样才会有效。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上一堂课也提及到说有很多朋友自己参加某些课程，不论是理论式的心法式的课程还是技术性的课程，很多人觉得这个好棒，然后就要赶快帮家人报名或者要推给你的家人。但是呢，我们人就是往往这样，人往往就是没病没痛，没有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是很不想改变的，所以或者是非常非常这个怀疑的。所以他自己书中也有说，他有很多后来接到的个案都是已经到这个西医已经处理不完了处理不了了，或者是化疗到后来就像朗尼先生一样，是连西医都宣布放弃的。因为朗尼先生他可是有钱以及有名的巨星，然后他当时也曾经跟他讲过，他说5个全加拿大跟美国最权威的癌症医师都说我没救了，然后你可以救我你可以帮助我那来试试看所以他说有很多这个送到他面前来的时候，其实
这个状况都已经比较可惜，以及就是比较没有一颗开放的心接受其他的可能性。好，然后呢，再加上他这个疗愈完之后，后来产生了什么回响？就是因为呢，这位因为当时候加拿大的这个市政府，他们为了因为听说他马上要走了，所以还赶快颁了一个荣誉市民，好，这个给他帮他办那个典礼，办那个告别演唱会。可是没想到隔了半年一年，发现他要出新专辑，然后还出来开演唱会，大家讲说，那你这个是假的嘛？那这一位巨星才跟人家讲说，我接受了一个年轻人的帮助 ，OK， 因此媒体就封了他梦幻疗愈师的这个称号。然后这件事情之后呢，他最后的一个影响是什么？他发现他反而收到了很多20几岁到30岁，换句话说就是比较年轻的族群的这个回馈是什么？很多年轻人给予他回馈说，就是说给他回馈什么？是说这个才让这些年轻人回想起来，我小时候也有这个直觉，我靠近某个亲人，我靠近我的奶奶或靠近我的谁，我发现这个靠近他身边，我就觉得很不舒服，或我就觉得看到谁的身上，哪一个这个爷爷或奶奶身上有那个黑黑的黑影，或者是我经过他身边，他抱着我，或我靠近他，我就感觉到，哎呦，胸口好不舒服，有一个刺痛的什么东西。就是换句话说，亚当他所要分享的是，他发现有很多孩子们其实天生都有这样子感知的能力，只是我们的主流教育还有目前社会上主流这些讯息，像催眠我们一样，告诉我们说你不可能有这个能力，不可能有这个能力，你有这个东西你有这样子能力的话，就像他妈妈小时候本来我想说是不是要带他去看一些医生，然后叫他赶快，每次一说这件奇怪的事，就叫他你快点去睡觉然后不要再说了的这个情况，因此呢被压抑住了。所以呢，他站出来了之后，就导致了很多年轻人开始注意这方面的事情，同时唤醒这个回忆，说，其实我好像小时候我们真的有这样子的这个直觉，然后有这样子的这个感知的这个能力这个是他后来的一个这个贡献。好，我们大概讲了20分钟他的这个故事之后，那么亚当他的3册他是依照着他的这个生命跟生长的这个历程，我最后会介绍他最新的这个动态以及他最新的这个著作。然后他的这个1、2、3册呢，这个目前是处于一个绝版书的这个状态所以各位朋友我会建议你合法可以取得这个管道，我发现呢，大家可以在各个公立图书馆，然后呢去预约，线上预约就可以了。然后呢，你去借这个绝版书，这是一个，要不然呢就要到这个各个网络书店，然后可能去或者是拍卖的这个网拍的店上去买这个二手书二手书的部分。那我前一阵子有联络自己非常熟悉的出版社，有请他们说考虑这个，因为原来出版这家的这个出版社好像已经结束营业了，然后请另外熟识的出版社说考虑重新去引进这个系列因为它后来的第4集跟第5集，我们目前并没有中文书的这个部分。但事实上，它的1、2、3册，特别是2、3册，附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这个插图，跟自己就可以练习的这个功法。那所以我今天的最后面也会推荐跟它类似的几套系列，甚至有一些新晋的作者所写的能量书，其实有高度向亚当的这个疗法做这个致敬的这个动作。OK， 好。那亚当呢，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从他第1册大概就是谈他的这个故事然后呢第2册开始呢，才是真正的进入了他的这个功法的这个练习。那他初步呢，建议大家怎么样从感知，或者你从来不相信有这个能量的东西，怎么样感知开始呢？那画面上的这个部分因为我们是做公益的分享，所以我从他的书章取了几张简图，但是大部分的图都是我从网络上或者自己重新再去制作的那么这一张呢，是他书中的这个基本建议大家的，就是说各位朋友，你可以把你的这个双手靠近，其实这是很多能量课程最基本的这个连第1课都的最入门的一个动作，就是你感知一下，你会发现你的双手真的像有一个无形的弹簧，你只要一靠近一感知，你就会发现你手心的中心会痒痒的，然后越靠近呢，这个东西你就会觉得越有这个麻麻，然后以及那个感觉，然后一拉开，你就会发现说，那个感觉降低了所以他说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开始练习你的感知能量，慢慢把那个然后距离然后这个拉远，然后再拉紧，你就会发现说，真的有异样的这个感觉。然后再来呢，
他说你找一个这个背景比较是素色，最好是深色、深黑色或深蓝色的这个背景。然后呢这个电灯要把它关暗一些。然后呢你会发现我用这个滑鼠带大家看一下，大家有没有发现？他说你会发现呢，你的2根手指头之间会产生像一个丝线一样的那个东西，你把它2个都在一起然后呢，你把它稍微拉开一点，你会看到有一个丝线在那里，然后甚至呢把它拉长了，这个会像丝线一样持续的在这个地方还是有这条丝线的存在。然后呢，甚至呢你把它有这个高低差的这个情况之下，它还是有这条像电流的这个线一样，然后在这个地方，他说这是让你基本上去体验自己身上有能量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动作。然后呢，接下来呢要比较大的这个能量的导入，他会建议大家几个基本的动作是你每天都可以做，以及初步接触能量的同学不用任何学习的基础都可以做的东西。那第一个方式呢，就是吸入宇宙的能量，就是呢，请你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人的头，那请你观想一下你的这个宇宙的能量从你的头顶的四面八方然后灌入你的这个头顶，从你的头顶下来，进入你的这个天灵盖，然后进入到你的这个身体。然后呢怎么样让这个能量接着再贯穿你的这个全身？我先讲一下，其实因为光的能量有很多的派别跟不同的功法，学过很多不同的功法。那亚当是我看过最简单的，大概前2、3名之一，前2、3名的简单的功法。他没有什么呼唤召唤、召集很多东西，因为亚当就直接告诉你，他发现，因为他从小就可以引导，他发现哪怕他的亲友不相信，但是因为他看得到嘛，他告诉他的亲友说，你就照着我说的做，然后你闭上眼睛，告诉自己说，你现在召唤光，你现在在每一次吸气的时候，就想象像刚才一样，那个宇宙的那个能量就从我的头顶四面八方，然后灌到我的身体里面来。他发现哪怕他那个亲友看不到，可是因为他看得到，他发现每个人真的只要闭眼，然后不是太抗拒，愿意照着他这样做，哪怕他的亲友现在自己还看不到，但是他看到就是有光下来OK， 好，然后呢，他说呢再有一个呢是稍微多一点点的这个能量练习是怎么做呢？各位朋友看一下，这个是我们人的这个背面，然后呢我画面上标注了一个右手边的这个右，他说这个能量的运作的下一步可以这样做。他说呢，刚才我们不是说能量从你的头顶进来吗？然后呢接着呢你把这个能量导入你的这个心窝、心轮，就是胸腔的这个位置。然后呢我们现在让这个能量呢从你的右手臂然后进入到你的右手肘，一直到你的右手掌，然后接着呢从你的右手掌呢，然后这个直接导到你的左手掌就是一个圆圈从你的右手掌这边，然后再导到不用你的手不一定要牵起来，而是你就观想这个能量从你的右手，就像刚才我们那个丝线传递一样，这个能量导到你的左手手掌，然后接着再到你的左手肘，到你的左手臂，接着再回到你的胸腔。那么你可以在观想当中做几分钟这样子的这个运作，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就会发现你的身体越来越热，越来越热。同时你会其实他说他在看得到的情况之下，他说你的身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就想象这些光的能量，这些能量，它就是充满你的这个全身的每一个细胞。OK， 他说这是任何一个人通通都可以做得到的，你不需要有任何的这个超能力。只要你的心中观想这样子的画面，做下这样子的意图，那个能量呢，就是会来到你的身上。这个是他非常基本的练习。好了，刚才谈到他不是有一位这个气功师傅嘛，一位华人气功师傅，然后他以前都是从上面接，结果呢，他的这些气功师傅在教导他的过程中，他觉得受益很大的是，对方后来也有教他我们东方常常说的接地气的这个部分。所以呢，亚当呢，他也提出除了往上接之外，他发现呢我们也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观想的一个画面的一个动作，就是呢你这个站立的这个时候或者坐的时候也可以，你就想象真的很像我们所谓的那个立如松，你就像一棵大树，然后呢大树站在那个地方，然后你的这个根部是往下深入到这个土壤里面地球，然后去吸收从地上的这个地气，所以你上面有这个能量下来，然后下面有这个能量往上冲，他说就可以让你的全身闪闪发亮，然后充满了这个能量。好，这是能量的基本运作。那
这个能量的这个练习运作了之后，它可以怎么样运用到我们的这个身上呢？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部分。那我们再往下给大家看一下哈。所以他说充满光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他说这个真的是闪闪发光跟这个闪闪发亮跟闪闪发亮。好，那再继续往下讲这个今天我们一样准备了一些投影片，我说接下来我们就会谈一些这个生活上非常好的运用，以及他建议大家的几招人人可学可用，然后自我保健的这个功法。但在这个功法这个之前呢，对了，刚才那些练习我们待会中场休息时间，然后带大家做一个这个光球的这个观想这是他建议大家每天可以做，然后做自我保健的部分。好，那在往下讲之前呢，我先再谈一点他书中谈到的几个非常重要的疗愈心法，因为很多想学习的朋友都会觉得说，这是一个技术吗？然后这是一个功法吗？所以这个疗愈，所以只要身体有这些病痛，用这些观想的这些功法就可以处理好吗？亚当其实他在他的这个不论是在他的课程里面因为我有去购买他全套的这个能买到的英文教材，然后研读他的这些书之外，就是我发现他在非常大的一个比例他真的是一个实物的这个疗愈师。都谈到了，其实我们在上一堂课或者在疗愈课时一定会谈到的一个概念，这些技巧跟这些能量它是可以帮助你的，但是最重要的疗愈关键是什么请大家来看下面这张图就是好，我们来举一个例子这个我们常在疗愈的时候说，这个疗愈真的只是很多朋友会想的，就比较是我们这张图的下方，就在肉体的层面，比如说我已经发生肿瘤啦，哪边酸痛很久呢都不会好啦，或者像他妈妈生的这个硬化症啦等等，然后呢，因此呢都会想要处理肉体的这个问题。但是亚当从他的第一册开始，他每一册都花了至少1/5到1/4的篇幅，都会一直在强调疗愈的心法。疗愈的心法是什么呢？我们举例来说，他说其实跟我们谈的疗愈真的非常，其实这个天下道理都是一样，只是大家用不同的管道跟不同的生命历程去体验到。我举例来说，一个创伤的这个事件在我们没有疗愈之前，我们会觉得那是一个创伤的事件。好，我直接先讲一个例子好了。例如说你可能因为这个恋情可能因为恋情，也可能是因为以前不论是读书或者是初入社会就业你曾经很喜欢某人，那很想要求取某一个这个学历或者是很想要争取某一个工作结果后来呢，这个恋情或者是工作或者是这个学历的争取失败了好，然后呢，接着呢被父母或者是被旁边的亲友，或者是自己因为本来就有很强的竞争心，然后就觉得说我输了我不够好，然后我老是犯错。他说在这样的思想之下呢，你就像我们上一堂课所谈的那个受苦的这些状态，你脑中盘旋的程式是这个糟了，我很糟我不够好，然后我是失败者我是 loser 等等。 OK 好，这时候你的心情呢，每次想到这样子的事件，因为你对那件事情的诠释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你每一次想到这个事件甚至不用想到，它就自动压到潜意识里面去，你会不断的产生我很沮丧，然后因为觉得自己很糟不够好，那因此呢持续的工作或者以后再去面对其他感情的时候会很紧绷，然后因为什么？因为会很担心别人都80-90分我才50-60分，所以我一定要很小心，不要被我喜欢的人看破我的手脚，原来我不太行，原来我不好，所以我这个伪装或者是我在工作职场上因为我这个能力不够，所以我一定要特别然后怎么样的情况之下，你会持续的在一个我们所谓的散发黑气的一个负面的情绪跟这个心情的状态底下。好了亚当他的体会也是一样的，他说在这种情况底下，科学已经证明我们人每1分钟每1秒，我们的细胞都在死去，然后跟重生。他在书中里面甚至引用了他从那些科学家身上所学到的，他说其实这些细微的能量，当两个细胞或者当中的那些化学链或2个细胞的那些分子键，它们要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或重新生成的时候，那个光它就会这个降频，然后变成固体，
然后当这个分子键或细胞两个要拆离的时候，就会释放出一些光的能量，所以我们的细胞其实不断的重生，然后这个重组好了。可是问题就来了，每次重组的这个过程呢，我就说这很像胎教。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假如妈妈在怀孕的过程里面，然后很多忧伤、很多痛苦，或者是妈妈吃的直接的东西就是吃有毒的东西的时候，是不是生下的孩子就会有问题畸形或者是疾病等等？然后假如妈妈呢，她在生产的这个过程当中，怀孕的过程当中，她是营养非常非常这个营养非常好，然后心情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个生产的过程又很顺利，然后宝宝因为胎儿在怀中呢受到的这些养分是非常好的，所以孩子就健康。OK 好，所以一样的道理，那么你生成的每一秒每一分在重新死掉跟重生的细胞，那么假如是在一个这样子黑漆的情况之下，那么自然那个地方所产生的新细胞，它的能量其实就是阻塞的，就是黑暗的，所以就是很像其实我们从疗愈的角度来看，亚当也提出了观点，他发现所有身体的病痛，它一定都有思想层面的问题。我们的思想导致了我们日常的情绪，然后跟心情状态，然后最后才会变成我们身上的这些肉体的这些积累等等。OK， 好了，所以呢，从思想、情绪，然后一直到变成我们肉体的状态，那这个光能的能量的处理可以做到什么程度？他发现光能的这个处理非常适合，就是因为就像我们常说那个水有没有从水蒸气变成液态，然后到变成冰块固态，它需要一个过程，就很像我们从思想情绪到变成肉体的那个肿瘤跟阻塞的这个固体的这个状态，所以它还没变成固体之前，或者变成固体之后，亚当说我们可以用能量然后去做这个舒缓。但是有没有发现有一个能量上不太能够处理到的部分，就是上面的这个思想层面的问题。所以亚当呢，在他的书里面花了很大的篇幅，也在谈这个部分。他发现所有的东西它都有心因性的因素。比较浅显的来说，他发现有很多人，假如他的负面思考不改变的话，他可能帮这个人处理的这个我们这个例子来说。一个没有自信心的人，他很容易得到肠胃性的疾病，所以为什么商业界人士很容易得到12指肠溃疡，全部都在那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在脉轮上来说，它就是属于自信心的部分，我不能输，我要赢，然后这个我要够好这样的这个部分，所以在这个地方的疾病，假如他帮他处理了，或者是移除掉了他这个肠胃部分的这个紧张，舒缓了他，可是他发现只要思考模式。然后以及真的没有从心理因素去疗愈的朋友，很快1-2个礼拜往往这个病它就又复发回来了。所以他就说这个不是疗愈师的问题，甚至呢亚当他在最后结论的时候他会谈到，他说其实他这么多年下来他学到的心得是，他说所有的疗愈师或者是分享这些东西的老师，他说我们只是提供一个引导，很像给你一个旅游指南的手册。真正这个人要完全的恢复健康，需要每一个接受疗愈者他自己除了刚才说的打开他的心胸之外，他必须要持续的帮自己去运作，觉察自己的状态。所以他说其实都不是他在疗愈他人，而是每一个个案其实是在疗愈他们自己。所以他做的只是分享跟引导的动作，然后告诉大家一条道路，一个从思想到能量运作的这个部分，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然后呢，再谈一点深一点的这个心因性的这些因素，我举例来说，他就有发现说这个有的他有疗愈过几个妇女的个案，他发现说奇怪，这些不一定是家庭主妇但是有些不快乐的妇女，奇怪，他们的这个病什么疗愈好了这个，疗愈好了他这边的肿瘤，然后他又有那边的肿瘤，要不然就是这个病好了，怎么过一阵子他有另外一个病，是怎么回事呢？他后来因为亚当太太他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些演进，我们待会会谈到他疗愈后来发展出了3个能力跟工具里面，其中有一个的这个感知的这个部分，他读到对方的这些心思里面，原来呢这几个不快乐的主妇或者太太们，他们觉得缺乏家人的关爱，可能是他的先生忙于工作忽略他，或者是孩子大了忽略他，然后他的心里面很希望得到家人的关注，因此他的整个身心灵的整体也会创造一个生病的一个病因的一个状况，因为他只要生病了，
那么他的这个家人就会来看他。那可是在他的意识上面，他没有点破之前，很多这些个案自己也没有觉察到，甚至会否认，我哪有，是我吗 ？OK， 好，起因是你。好，然后呢，还有呢，他有发现有些男士奇怪发生那种职业伤害，然后呢，但是他去读他内在的这个潜意识的部分，原来呢是有的人他做的工作其实不开心，他很想换工作，但是换工作呢又会面对家庭的压力，哎呦，换工作这样好吗？收入会不会变少？会不会找不到工作啊？那可行吗？你要放弃你5年10年的专业，然后去做另外一个事情可以吗？受于这样压力，但是他天人交战，他的潜意识跟他的意识在交战的情况之下，因此呢这个人都是非常聪明的。好，在这个综合的运作之下，我们干脆来产生一个职业伤害，或者呢就去给他跌一跤，跌断个腿骨或手骨。哇，我是这个写字员，没办法，手现在受伤了我一定得辞掉这个工作。所以他说我们的人的这个身心灵是超厉害的，会帮自己创造很多的这些情境，然后来达到你的目的。所以呢，他的书中谈了非常多次的觉察你的起心动念，觉察你自己会发生这样子的这些状况，否则每次只是发生这个状况，不管是跌倒、受伤，或者是哪边肿瘤，然后生病了，然后就想要说这都只是因为吃坏了，这只是我倒霉环境污染，然后生产出这样的东西，因此只要用这些技巧去疗愈，我就过了这一关。他说他发现这是根本没有办法做这个根治的这个动作。然后最后这个地方我再多谈一点点，还有谈到说还有我们常说身心灵那么到底谁才是老大很多人都说这样子的疗愈，我是不是要用他有没有完全治好，或者是要把像他治疗那个朗尼先生那个摇滚巨星一样，把他治到起死回生这个才是疗愈师厉害的地方呢？在这个地方呢，亚当也跟大家分享了1-2个，我觉得他分享了很多案例了，我只是举其中印象比较深刻的。他说就像有一个老爷爷，家人来找他的时候，他已经是这个弥留的这个状态然后呢这个眼睛都睁不太开，然后坐不起来。可是亚当到医院现场一感知他有时候到现场，有时候他是不用的，他感知到说不会爷爷的这个其实灵魂还蛮活泼，还蛮强壮的没有死的这个意愿。所以呢他就用他待会会谈到的心电感应的方式跟爷爷这个沟通，把爷爷唤醒，然后帮爷爷做个处理。结果爷爷呢在2个月之内，这个精神状态其实不到2个月啦，就是说他不到2个月时间，爷爷的精神状态然后其实就变好了，然后呢还可以跟家人去这个聚餐，非常的这个开心。所以2个月之后，这爷爷还开了一个 party， 把所有他的儿子、女儿、孙儿全部叫来做一个家庭大聚会，看来他就是完全康复的样子。可是就在这个 party 结束之后没2天，爷爷就忽然间无预警的就走了。OK， 所以这个是什么呢？他体会到这是灵魂的一个安排，爷爷只是对人世间好像该处理的以及他这一生想要体验的任务结束了，那只是最后很想跟家人好好的做一个道别，然后因此很多的这些疗愈的结果，他觉得不能够用是否肉身痊愈了来做一个判断，因为还有一个灵性的层面。那这个灵性的层面，亚当在他的目前中文版的第3册里面的最后的几个章节谈到比较多，他谈到了包含他对鬼魂的看法、灵魂的看法、死亡的看法，从灵魂以及宗教的角度的这些看法等等。OK， 好，所以那包含他也治疗过一个小孩，那这个小孩呢，他他的父母来找他的时候，这个孩子发烧到41度，然后呢这个有白血病的这个现象，但是亚当去感知对方，他发现这个小孩的灵魂已经把他全身的系统已经打算关闭了。换句话说，这个灵魂已经决定他没有详细讲什么原因啦只是说好像跟他做他父母儿子的这个缘分跟他的任务好像已经完成了，所以他的灵魂要关闭他的这些系统。所以呢，明明他只是一个发烧白血病，在其他的案子当中是可以被处理的，但是这个孩子也是没有待下来，所以当下亚当只是帮他做退烧的动作但是真的这个孩子也是在短短的一两个礼拜内就走了，但是这是亚当在疗愈过程中当时就知道的事情。 OK， 好，那我们刚才再往下，所以接下来呢谈了一下我们分享了几个他重要的心法概念之后，我们接下来呢要带大家来看一个，就是他的这个所谓的他的量子疗愈场里面最重要的功法到底是什么
然后我们带大家做1-2个里面的这个体验那其他这些功法我觉得非常的简单，所以其实亚当他之前在开很多的工作坊他以前开都是3个半小时、4个小时以内，就扣掉休息，可能只剩下3个多小时的这个工作坊。那因为它就很简单，他说几个小时可以教完的，都不用教好几天嘛。好，然后可是他现在比较没有在从事教学，我最后再更新他现在的这个消息然后跟状况。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观想引导这个是他的量子疗愈场里面他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技巧以及一个能力。那观想引导这样讲听起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用我们中文一句成语来说，叫做以意导气，以意导光这个什么意思呢？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部分右手边这张图你看这个是很多我们中文在说要练那个大小周天的时候，或者是一定我们周遭到公园你都看得到很多长辈在练这个太极拳，然后他们都会说以意导气然后这句话，或者是你练大小周天的时候，你看就像这张图告诉你说从哪边运到哪边。那请各位朋友注意，他有没有拿一个像西方的那个健身器材一根棒子或干嘛要从哪里指到哪里？没有很多时候我们跟做瑜伽或做气功太师是很像的，虽然我们摆一些动作，甚至有时候连动作都不摆，就只是静坐在那个地方，然后就观想那个能量从我的这个中脉 OK， 然后任脉，然后督脉，然后怎么样子这样子去运转。其实呢，你看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原理是很像的，就像亚当说的，日本人说的这个 key KI 的 key， 中国人说的气印度说的这 prana 等等东西，其实泛指的都是这些精微的能量，眼睛看不见的，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意识然后去引导的这个部分。好，那这个引导呢，它这个引导呢，它有什么作用好，待会再回来讲这个疗愈这个3工具。他说他待会所用的所有的技巧呢，都是这些都是用这个部分。然后来这边来给大家看一下。好，在这个有几张投影片先跳过，大家再回来，因为讲到这边我就顺便一起讲。他说我们待会自我疗愈的这个过程待会自我疗愈的过程大概是这样，但是为了让大家先建立一个这样的观念为了看得懂这样子的这个理论，我觉得我先放几张投影片跟一段影片呢给大家看。那我现在先请助理帮我播放一下他的一段这个是在网络上公开的这是网络上他接受一个媒体的一个专访。那这个专访里面呢，他放了亚当他自己所制作的就他正式课程的这个教材的这些片段。好，那我请我们的助教帮我播放一下。Reminder to yourselves, and it makes a big difference. Oh, that's fantastic, and we want to get 声音听不清楚没有关系，重点是请大家看一下他的这个画面。We're going to take another short break. We'll be right back with Dr. Adam McLeod. Welcome back to the 24th hour, everyone. We're talking with Dr. Adam McLeod. 请跳到26分钟的那个地方。Injured their leg and they can't really run. Then what I would say is just do a super simple, super brief visualization where you're seeing yourself run up a wall. Nice. Some patients that 好，请大家看一下，就这里。 small change is sending a signal to yourselves that you're making a positive change, that you're making efforts to be more positive. And that in itself is a very powerful tool as well. So I think the best way to answer it is that very often it's baby steps in the right direction. 40岁左右的年纪甚至不到。And start doing all sorts of super positive things right away. 好，主持人请问他说有没有什么大家每天可以这个运作的这个疗愈的方法跟方式。那接下来他就放了几段他在这个正式课程教学的时候的这个功法，然后他把这个教材有制作成这个动态的这个画面。好，就从这地方开始。他说呢，这是每天大家都可以做的，以及待会做我们任何的运作功法的最后收工，很像收工前做的这个动作。
想象你站在大自然里面，哪怕你在房间里面盘腿而坐，亦或坐在椅子上，那就想象呢，这个光的能量变成一道清凉的这个瀑布，然后呢，从头到尾，然后你注意看它画面上有没有，你身上会有一条那个白色的光的意思是说，这个能量冲刷你的全身，把身上不属于你的能量或者是有任何累积淤积的能量，把它冲刷掉。OK。And it really helps to tell yourselves, this is what I want you to focus on. This is where I want you to get to. And it's a healthy reminder to yourselves, and it makes a big difference. 好，这个地方我们再往下看另外一段，我待会再回来一起解说。And the point is that it's a simple, focused intention that dramatically influences the flow of this energy. And visualizations are a very powerful tool to我们先说明一下，这些观想的方法可以用在自己身上，也可以用在他人身上。OK， 好。Great point. So it has to be something that works for you. But some general visualizations that tend to work really well just for stimulating. 好，请大家再稍等几秒钟哈，因为它要调整到刚刚好的那个位置上。Very often. 好，另外的一个能量的观想 ，OK。亚当举的另外一个例子。我们先举例，你可以想象那个火的能量，热火的能量。现在说，假设你的这个胸口不舒服，胸口有不舒服，有淤塞啊，这什么感觉，或者是有病毒在这些地方，然后你就想象那个火的那个能量 ，OK， 用观想的然后把你的这边的病毒或者病菌，你可以用烧的方法然后把它烧了之后，把这些病毒或阻塞的东西把它烧掉，然后做几分钟的这个观想，然后想象这病毒真的就像你逢年过节以前那个烧金纸啊，烧东西一样，把它烧完，然后这些东西呢，这些病毒它就随烟而去。OK， 这是另外一个。我待会会先讲是不是一定要用火？不是有各种方式。我们现在是给大家看几个例子，我待会再做逐一的说明。好，再来，他说呢，还可以把这个观想呢变成所谓的这个雷电的状态。他说呢，这个特别适合用在你的这个神经系统有朋友若是有这个神经痛啊、神经不舒畅的这个问题，或者是筋骨或者是经络有这个阻塞的状况，你可以观想我上次说这是天打雷劈嘛这个他说这个雷电的这个观想，想象呢，它从你的头顶，然后贯穿你全身的经络，一直到这个能量导到这个脚底，把任何不畅通的东西，然后导到这个地底下去。你可以做像这样子的这个观想。Like I said, there's no wrong way to do these visualizations. At the end of the day, you want it to be something that resonates with you. Fantastic. 好，然后接下来呢，还有一个示范就动画的部分，我们还有一个示范。那待会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是我这个，而且它网络上能够分享的它公开分享的没有版权可以公开分享的动画其实并不多，其他的都比较是静态的这些画面。我们再把其他的5、6种的观想的常用方式待会用图片的方式跟各位朋友分享。好，我们再来看它最后一个。它的这个 demo 有一个部分是告诉大家说，你也可以把这个光的能量，它不只是液态的观想，你可以想象呢，把这些光的能量，它变成它称之为能量小战士，能量小战士，好 ，OK， 他说你想象这是你的癌细胞或者是肿瘤细胞，你可以想象呢，这个光的能量它变成一个一个的这些小战士，很像你的白血球的那样子的观想，然后这些能量战士这些正向光明的能量，然后把这个癌细胞把它这个消灭掉，把它进行一个这样子的消灭。好，谢谢请再把画面就是切回到我的投影片，谢谢。OK， 好的。OK， 好，所以这个观想是什么东西呢？好，跟各位朋友先分享几个这个概念，就是待会我们接下来的投影片会给大家看到，这是他书中介绍的许多的这些观想的这些方法，然后跟手法。那他的这个观想呢，其实上是要告诉大家，
你很重要的是要发挥你的这个想象力，就像刚才说的这个以意导气的这个部分。所以呢，我先预告一下，待会接下来会看到投影片里面包含，再有告诉大家，你可以观想用火，有的人觉得那个火烧很可怕，你就会怕热，对不对？那你可以想象用水，像刚才有用冲刷的部分。那针对不同的情境，你可以采用你适当的观想的方式。待会会示范他介绍的，包含有几个东西，有用打针的，想象那个光的能量变成一个针筒，然后呢打在你疼痛的这个部位或者是需要处理的地方。我们这边就来给大家看，而且观想这张图只是告诉大家，其实在各种宗教跟各种的修行法门，除了有些宗教是不冥想的啦，那有很多的疗愈方法跟很多的宗教法门里面，其实都会做这样的观想，不论它搭配它的上师佛号、什么号等等的这个观想，其实都有运作到这样子的这个技巧。好，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所以呢，刚才是OK， 好，从导这个可以从头上导进来，可以吸地气，可以跟宇宙接洽接收这样子的这个能量。那重点是让你全身闪闪发光，这是待会我们要带大家做的光球冥想。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亚当说的，他说常用的几种观想法，一种是用火烧的方法，然后他有提到说，特别是在肺部其实他这个书著作是已经在10几年前了并不是针对肺炎这边来做的。可是他发现，在他之前发现很多的肺部的这些疾病，他发现用火的观想特别有效，但是不一定只能用火。然后他发现呢，往往肺部有疾病的朋友，他看上去的时候，肺部会是一个一个有一层雾的这个状态，所以他发现他用这个火的这个观想，然后去把肺部不属于你的这个东西原本不该在那边的能量，那把那个东西烧掉，然后把它带走他觉得这个非常有效。好，那除了这个火的观想之外呢，还有的方法是，就像刚才把光的能量导进来，然后让你的这个肺部呢闪闪发光，或者是闪闪发亮，或闪闪发亮，这个是也是另外一个方法，就不是把它变成火把它变成能量的白光。那包含有一个就是它这个白光的吸收是常用的方式，有的时候从头顶进来，你可以这样想。那反正我们每天都要呼吸嘛，他说你也可以做消化道的这些观想，在一吸一吐之间，把这个光的能量其实吸到你想要处理的这些肠胃。那这个是我们之前另外的一位网友所制作的这个动态画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针对这个肺部的这个观想，所以它既可以呼吸吸到你的肠胃的部分去，看你现在要处理哪一个部位。所以同样的方法，你也可以把它吸到你的这个腹部做这样子的这个观想。好，我们再看它循环一次。好，然后再来就是刚才说的，他说呢，还有呢，假如你针对像这个是你的肝的这个位置，假如说你肝的部分，有这些肝硬化、肝硬化什么样的这些状况我们先讲，我们谈的是疗愈，不是治疗所以这并不是去取代这个西医的这些疗法，我们并没有教导治疗这样子的部分，只是呢，亚当告诉大家，与其你生病的时候，你每天在担心。听说胰脏癌只剩下多少时间的寿命，是什么癌症听说平均只剩下几年的寿命，我这东西会不会下个月的报告出来又变得更恶化了？你与其这样担心，你为什么不天助自助者？你为什么不自己用一些健康以及正向的这些观想来帮自己梳理这样子的这个能量呢？再继续往下看之前，我举几个例子，例如说像秘密的这个影片里面就是之前很风行的这个秘密的这书，或者是大家可以到网络上看秘密的这个影片，里面就有一个奇迹人的故事，有没有？他摔飞机他从在美国被预知为奇迹人的这个真人真事，他从飞机上面摔下来，然后医生说他这辈子因为他的这个肺部横膈膜整个压坏了，然后这个颈椎也压伤了，医生说他这辈子只剩下可以眨眼睛而已然后全身瘫痪，不可能下床走路了。可是呢，秘密那个影片就是用他做例子，可是他在观想当中说自己要在圣诞节，换句话说就是8个月之内，他要抬头挺胸走出那个医院那后来他真的在圣诞节前夕，他自己下了轮椅，而且是用双脚走出去，虽然走得不是很顺，可是医生都认为那个是奇迹。他用的方法是什么？若是大家再回去看那本书或那个影片的话，那位奇迹人他就描述说，医生说他不可能再自行呼吸的，可是他不放弃，他每天躺在床上，他就告诉自己说深深的呼吸，深深的呼吸，然后他一直观想
他的横膈膜跟他的肺部跟往常一样正常的稀土，好，然后这个奇迹就发生了。另外一位我记得是香港的一位前警察嘛，然后也是一位后来成为心理学家的一位钟卓辉先生，那他也曾经著作过他的这书，那他也是玩滑翔翼的时候从50层楼高度摔下来，医生也告诉他必须截肢，然后告诉他这辈子不能够再这个走路等等。但是呢，他在观想当中，他在他的说法是叫做自我催眠可是自我催眠其实就是一种自我的观想跟当中，他想象自己的像在耕田一样，他想象自己那个坏掉的血管跟那个这个经络，医生说这个坏了不可能修复，然后他自己在观想说就像耕田一样，他把自己的血管做这样子的这些清理，每一天先这个把这个田地再重新画好，然后再疏通这个水沟，然后呢让这个很像在种田，把自己的这个摔坏的这些经络筋骨的这些位置再重新调整回来，所以他后来也痊愈了。然后呢这个你让我想到说，其实很多像这样子的这个冥想跟观想，其实就像刚才亚当的这些心得是一样的，它是会影响我们自己的这个细胞，然后以及我们器官的这些状态。所以当然你会说100%成功吗？我也不敢讲，但是与其这个很沮丧在那个地方，我们为什么不发挥我们自己伟大的潜能，然后来帮自己做这样子的这个处理呢？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就看那个读者文摘他就有一篇就是美国在很早期心理学也有一个研究，是一位医生的研究，就是有那种10岁就得到癌症这个癌症的这个小男孩，他就带他每天玩什么，玩他们最喜欢的那个星际大战，然后告诉自己说你现在体内有坏的这个它是肿瘤，然后呢你看着你最喜欢的这个宇宙战舰宇宙飞船，然后我们每天呢花半个小时像打电玩一样，闭上眼睛想象你看着你的飞船进到你的体内，把你身上的那个坏细胞我们把它杀掉这个可恶的外星人我们把它杀掉。在这个观想的情况之下，3个月内他也帮那个孩子减少了身上的这个癌细胞，他的复原状况比别的孩子更好等等这类的研究。所以其实这个是在告诉大家说其实观想它的这个用途。再来最后我们很快再看一下它的功法里面包含在这个骨骼的这个部分，例如说有很多朋友假如你的脊椎扭伤或者是有不舒服的这些地方，他说你也可以想象这个能量呢变成像是一种弹性的 OK 棒，能量 OK 绷带一样，这个地方不能让你涂万金油，不能涂什么药膏，但是你可以想象那个光的能量舒缓了你受到压迫的这些颈椎或者是脊椎，然后让你自己非常的舒服。假如身上真的有所谓的这个跌打损伤、肌肉拉伤等等，你除了有形的绷带之外，你还可以用无形的能量绷带，那就像刚才那样把那个能量做这个环绕的动作，帮助自己比较快速的复原。例如说你手骨有断裂大家知道接骨头外面要打石膏，除了打石膏该打去打了，他说但是同时你也帮自己观想，因为所有断掉的无形有形的东西一定先是无形的能量走在前面，所以就像我们谈吸引力法则或者是显化技术的时候，一定先说能量先准备好，实体就会发生，也是我一开始说的学生准备好了，老师就会出现了。 OK 好，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先观想你断掉的骨头的部分，你的能量先架起了一个能量的桥，你观想这个这个光的能量这个光的能量需不需要记住什么颜色，我最后再谈。其实初学的朋友不用去记它什么颜色，亚当也没有特别强调什么颜色，它有它常用的颜色但是这个进阶的部分我们再谈。那你就观想这个光把那个断掉的骨头的地方它先做了一个衔接，他说这样子呢会促进你的血管以及增生的那个骨质会把它接起来过程，让它可以更快的疗愈。书中在这个第一册他就有谈到他这一生这个最艰难的一次疗愈就是疗愈自己。有一次呢他跟他家人去度假，然后他从游泳池里面呢就在潜水嘛，然后他刚好要浮出这个水面的时候，刚好他妹妹跳水，然后就压到了他的这个颈椎他说那可真的是痛死了，因为以前疗愈别人的时候呢他还可以专注注意力，可是现在是要疗愈自己的时候他痛得不得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痛的时候就像你牙痛或什么痛的时候做什么事都没有办法专心，可是他躺在担架上，那因为他们国家比较大，等救护车来要1-2个小时，所以他在等了一个小时多的过程里面，他就告诉自己说不能够放弃，他必须要疗愈自己，虽然痛得要死。一般人看到这样颈椎这样被撞到都想说完了，这个会不会有瘫痪的现象，或者要疗愈很久，但是呢
等他在不断的观想，用刚才的方法想象他的那个颈椎被软化了，被撞歪的地方，然后用这个光的能量去软化了，而且慢慢的把它调整回来，让那个能量不断的顺畅，不断的调整。在调整1个多小时后，当那个救护车来的时候，发现说，哎，你状况还好啊，然后没有很严重啊。可是他说他不知，可是他说他自己心里想说，他说你都不晓得，我是克制了自己，花了1个多小时，让自己不要昏死过去，然后才调整成这样。但是医护人员判断说，你这个撞的没有很严重，可是他自己知道说，其实很严重。OK， 那只是他自我疗愈了自己。这就让我想到，在这个心灵领域里面，有一本叫《旷野的声音》是20-30年前的这个畅销著作，这个非常多简单的说是一个澳洲的这个人类学家，然后他去我忘记是美国还是澳大利亚澳洲这个人类学家，他跑去那个澳洲原住民的那个生活的历程，他说他就亲眼目睹那些原住民原始部落的这些这些就是看起来像是未开化的这个部落，他们有人在狩猎的过程中真的是骨头断掉了，真的是这个小腿骨头断掉了。他说可是呢，他们像是他们的萨满，就他们的巫医还是酋长立刻围过来然后帮他像安抚小宝贝一样，小 baby 一样，他把那个腿不但靠在断骨靠在一起上，而且呢一直喃有词，然后闭着眼睛，然后安抚他的骨头，告诉他说没事的然后没事的，像安抚受到惊吓的孩子一样。可是他看到明明他就是一个骨折那个骨头都这个呈现角度啦。可是他说第2天早上他就发现那个人竟然就可以站起来自己走路了，他觉得非常非常的这个惊讶。我觉得亚当的这个历程就跟那个过程其实上是有点像的。好，那我们再来往下看。所以亚当说，其实我们每一个细胞在生成的过程中，这个光的能量都不断的在散发然后OK， 好，这个部分还好，我们就不多谈。好，所以呢，在这一些的运用里面呢，亚当说呢，这个疗愈的步骤大概是哪些？我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来，前一张。好，在我们继续往下进阶之前给大家看一下。所以呢，好，所以亚当简单的说，他的教学说他的技巧是这样，他说疗愈的过程建议初步的同学们先不用急着去疗愈他人但是我讲一下我自己亲身受惠的这个历程我应该是在4年半以前，那有一次呢，哇，在那个香港这个那时候不是我开课，是台湾带台湾的某位老师去香港开课然后然后这个我忽然间呢，在香港在回台湾的前2天，忽然间发现说，天哪，我的这个右腹部这好疼痛，痛得很奇怪，不像拉肚子的这个疼痛。可是因为还有2天要上飞机了，所以我就尽量撑着。可是痛到我有时候做某一些角度都不太舒服。可是因为在国外好像看病比较贵，所以都一直想说等到回这个台湾再来看。那结果呢，撑到回台湾，可是这个过程当中用了很多舒缓的这个方法，灵气怎么样等等，那舒缓一下。可是呢，我发现只要每隔几个小时会痛起来。后来终于撑到回到台湾一看，台湾结果医生西医一检查说，哇，这个是台北仁爱医院的医师一看说，哇，你这个是尿道结石，就是说从这个胆管一直到这个输尿管的中间有一个就是到膀胱之间这个地方有一个结石有一个小结石的地方刚好卡住了，所以这个东西很痛。然后听说呢，它的疼痛指数是只比生小孩这个就是次1级而已。所以医生说你可以撑这么多天，你可以撑坐飞机回来，这样撑了第4天，然后才来这样看我就说对，因为过程中有用很多的方法去疗愈这样子，然后去舒缓反正医生也听不懂然后反正呢，就是他医生说，那我赶快帮你照一下那个 X 光，然后测试，还有就是要我吞一种就是显影剂，然后就看看说塞得严不严重。那我说这有什么差别？他说假如塞得很严重就是假如这个结石非常的大，塞得很严重的话，我们就要把你肚子切开。所以周先生，你今天就不用回去了。然后我说肚子切开之后怎么样？他说我们就把你那个结石割开那个管子，把它取出来，然后再包扎。他说那你这样大概要在医院至少待个3个礼拜，应该会待5个礼拜都不能下床。我想说天哪，那这样很多那个时候刚好很多课程都正忙的时候事情又很多的时候，我说
那所有的行程都要打乱的，而且想到肚子要切开就好可怕，这辈子没有被肚子没有被切开过。所以后来呢就照了 X 光，拍了显影剂，然后他就在外面等一下，在等的过程中就忐忑不安，因为呢第一次吞了显影剂之后等了20分钟，医生出来问我说怎么样，有没有想要排尿的这个感觉？我说完全没有医生说糟糕了，那看来是塞住了，那这样看来你很可能就是要切开了，因为显影剂都吞下去20分钟了。好，我长话短说，简单的说就是他说那我们就要准备去开刀了。就在那过程中我在那边等的时候，就刚好呢就是接下来的下一位要讲课的讲师福昌老师刚好打电话问我说在哪里，回台湾没有？那就聊起来，我跟他说我现在在医院然后身体不舒服，好像要被开刀了。就福昌就说因为呢福昌老师他在7月份的时候他也要分享另外一个其实是另外的一个观想的疗法，叫做哈罗德疗法，所以有兴趣这个的朋友这7月份一定不要错过福昌老师的这个主题。然后他就说介伟我帮你做一下这个疗愈，来你就坐在那个椅子上不要动，然后呢接着呢我就坐在那个地方闭眼，我说想说对自己痛到都忘记可以这样运作了，结果呢短短的2-3分钟之内我就感觉到真的就像亚当所说的那个说的部分，我自己就感觉到我的这个地方有感觉了，有东西在跳动，然后之后呢就有想要这个上厕所的这个感觉，然后就告诉医生说等一等不要开刀了，我好像有疏通的那种感觉了。结果后来呢医生再照第2次的 X 光就发现说有疏通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用切开了，我们可以用体外证实的方式，就是用体外震荡的方法，不用从外部开刀，那这样的话处理完1-2个小时你就可以离开了。所以这个是我亲身的经历之外，然后包含呢有一次呢我太太就是从台湾带的那个水果那个释迦吃太多了一个晚上吃比较多，所以晚上睡觉躺在床上时忽然间睡不着，他说肚子好痛，好像吃太撑了，好像卡住了，肚子非常非常的难过。那其实偶尔发生这样的事情不只是他，或者是针对其他的这个朋友我们都会建议，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就躺着不要动，然后我来帮你做这个处理。我就用亚当的方式去观想，然后观想那个能量把他那个太撑的那个肚子，然后用能量去舒缓他的这些肠胃，然后让他的肠胃去进行缓缓的这个舒缓的动作，不要让他卡住在那边胃都不能动，然后呢让这个能量顺畅过去。结果不到2分钟的时间就听到他在这个打呼了，跟亚当疗愈的那个过程其实是要疗愈他妈妈的过程是一样的。 OK 好，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亚当说他说这个疗愈的过程是这样，你呢投射出自己或者是患者的图像，我们会建议一开始的朋友你就不用疗愈别人，就疗愈自己就可以了。那你要怎么样观想自己呢？亚当有建议一个方式，他就说你就可以拿一面镜子，最好是全身的镜子，没事的时候在镜子前面看着自己，好，然后把自己的这个全身的这个印象把它烧印到你的这个脑海里面，看个几次把它烧进来，烧进来，这样可以帮助你比较快建立，以后想象要疗愈自己的时候，你自己的画面就跑在自己的脑海里面，然后以后可以从2D然后再进化到这个3D。然后你要观察自己的气场的话该怎么做？那我发现那个方法也很它的这个基本练习也很好做。他建议大家你可以看的时候，你看任何东西，或是例如说你要看人体你把你的眼睛的焦距放在这个人的头顶上方大概5公分左右的距离，就说你不要盯着这个东西看，你不要盯着这个人体看，或者你要看某一个东西的气场或能量场的时候，你把你的眼睛视觉往上大概抬5到6公分，就是你的焦点是放在那个地方。那换句话说，你所看的那个物体是不是在你的眼睛的下面？他说你就会感觉到这个人体或这个的物体的外围会有一层淡淡的能量场或者是光场会出现，可能是白色的，可能是什么颜色，会随着每一个人进步的这个以及你的进展状态的不同。他说你多练几次你就会看到。好，那我们再拉回来，你可以投射出自己的这个图像，然后利用观想集中你的目标，就像刚才说给大家看的示范，你到底是肝不好，还是现在是肚子疼，还是什么地方？当现在没有人帮你的时候，或你的家人根本就不相信你学的这些，你自己帮助自己。因此进入受伤或生病的部位，透过意念集中的观想，重新启动身体系统。他说你只要关注在那个地方，你身体自动会亚当在书里面在科学的部分有解释，他说他发现呢，人体也科学证明，我们的人体为什么图像沟通跟图形记忆是比较好的？我们的头脑接收到了这个画面之后，身体会自动的去执行，像是那个潜意识
一样，它会自动去运作那个部分。因此，当你开始观想焦点放在那个地方，他说那个能量就开始运转，会自动的这个运行。接着重设你所期待的身体系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刚才的那个观想，你想象那个塞住的或者是很疼痛的地方，到底是被烧掉，还是被白光所柔化掉，还是那个病毒被吃掉等等，你去做这样子的这些观想的这个东西，你希望的那个状态。所以在适当的地方设定你健康的这个状态。换句话说，这个过程全部都是用观想来达成这样子的这个结果，来达成这样子的这个结果。好，那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流程是这样子哈。好，那在继续往下之前呢，我想带大家做一个它的这个冥想，大家也听了1个小时，又多了一点的这个时间哈。那我来带大家做一个这个好，就是呢，待会我们来做一个这个是亚当建议大家所做的他称之为光球的这个冥想。他说这个是不管你有病没病的时候呢，这个偶尔做一下，他说对你的全身的健康是肉体，特别是肉体健康非常有帮助。这张图大家有看到，我们刚才有解释，你可以用各种的观想，能量从头顶宇宙下来接地气从下面上来，甚至从你的身体四面八方进来然后呢，在吸收完这个能量之后呢，你全身会变成一个光球的状态。那么在做这个之前这个过程很短，我们可能只会花3分钟的时间。那我先把我们会引导大家的引导词给大家先看一下。简单的说，我们待会会引导大家让宇宙的能量由头顶注入，想象每一个细胞像磁铁一样吸入能量。然后呢简单的说就是让你的细胞每一个都亮起来，然后接着每一个细胞呢慢慢的跟全身融成一体，然后你全身的每一个细胞就像是一个和谐的交响乐团，发出这个同样的这个协调的这个振频，就是每一个细胞不同的器官有不同的频率嘛但是呢让你的全身处于一种和谐运作的状态，像是一个交响乐团。然后呢亚当说这个观想是非常非常 powerful 的，非常有力量的。他说他每次带着大家这样做的时候，他说是学生看不到，但是他就会看到台下每一个人真的是闪闪发光，就像是一个黄金球一样。然后这时候呢，你全身的每一个细胞发出和谐的共振，这时候身体里面很多的累积的不健康或不平衡的这些的状态，通通被调整好了。所以它这是一个自我疗愈很有用的这个光球观想。好，那这个我们就让大家来稍微体验一下。好，那我现在就请这个助理帮我放一下音乐好吗？那等这个观想完之后呢，我就帮大家做一下它还有一些进阶的一些应用的技巧。好，然后以及亚当他最新的状况，以及还有各位朋友若是想要进一步的学习的话，其实不止亚当的这个法门，他相似的法门或者向他致敬的法门有哪一些哪一些书籍或哪一些法门是可以参考的，然后会再介绍给各位朋友。好，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好，请各位朋友呢让自己很舒服的坐着缓缓的闭上眼睛。好，请用自己的节奏跟速度缓缓的吸气，每一次的呼吸都想象你吸气的时候，宇宙的能量就由你的头顶注入，想象每一个细胞像磁铁一样吸入能量，在你的每一次的吸气，让光能量进入细胞，想象光注入的每一个细胞都越来越明亮。现在，随着你的呼吸，你的每一个细胞如同电灯泡一样，开始放射出自己的亮光。想象你的整个身体都在震动，因为你的每一个细胞都在震动。
在每一次的震动当中，逐渐调整到相似的频率，最后全体共振。观想你的整个身体像弹奏吉他一样的和谐，每一个细胞完美共振，每一个器官奏出和谐的曲调。你的每一个细胞，整个身体都在闪闪发亮。最后，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一起合作，共同修复你的身体，维持你身体的健康。最后，谢谢宇宙以及我们自身细胞还有身体给予我们无条件的支持。在心中谢谢他们。好，现在你可以缓缓的把你的眼睛睁开，好，搓搓你的双手，把你的注意力回到现场来。OK， 好，我们带的比较快一点哦，但是这个好，请把画面再切回来，谢谢。所以呢，这个观想的部分呢，就是告诉大家就是这是一个这样的练习。那各位朋友可以看到原书中，它每一本书里面大概都有几个像这样子的这个练习，但是主要是我们刚才分享的那几个方法，变成光啊，变成这个瀑布能量瀑布这个闪电然后火等等，所以重点是发挥你的这个想象力。所以到时候下个月您听福常老师分享哈罗的疗法里面就会谈到因为他们有类似的部分，所以例如说有的家庭主妇，他就说我不懂这些东西啊，但是我最熟的就是煎煮炒炸用的那个锅子跟铲子，所以他的想象是把那个能量，他不是用抓的，他是用铲子把它铲掉所以在这边呢，我接下来分享他的书中一些比较还有一些稍微进阶一点的技巧，那有些我就不谈，但是会告诉大家大概是什么东西我把这个东西跳过去OK， 好，接下来要谈一个东西就是这也是他书中我觉得很好用，但是比较进阶的技巧。大家都知道那个武侠小说中有个东西叫六脉神剑它不是真的一把宝剑或六把宝剑那这个金庸小说里面著名的这个六脉神剑，包含这个什么一阳指等等，它事实上指的是从我们的这个经络，然后各个这个脉络里面所散发出来的这个能量那所以它可以十指齐发从这个地方出来。所以亚当里面呢，它有一个功法，它是这样的，怎么梳理这个能量这个图是我自己另外制作的它书中呈现的是这个样子。他说你想象刚才你的全身充满了光的能量之后，那你可以想象你的这个手指头像六脉神剑一样你不用怀疑只要你想你相信然后就会有。然后呢，你越练习这个东西会越多，就像那个光的能量的连结。有很多朋友说我初学的很没有信心，而且担心动作会做错。但是呢，在我学了这么多光的法门之后，我发现真的像亚当说的一样，只要你心里告诉自己说你要接你要有，然后它真的就会来。然后呢，刚开始的这个感觉会慢一点，但是像我们练了多年之后，真的会一闭眼一下一个念头光来那个东西就这个东西就来了，真的是可以如此好，所以亚当说，你可以想象你的这个手指头像六脉神剑一样，然后出现了这个光的这个像是梳子能量柱。然后怎么做呢？身体有任何不舒服的这个地方，身体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你就去做这个的刷跟这个清理。所以呢，你可以从上到下，然后像梳子一样把那个毛刷顺了这是一个方式。那也可以用所谓类似抓取的方法。好，这边要讲到一个重要的观念，
刚才我们不是提到说亚当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在他能力刚开始启蒙，他的疗愈之途开始启蒙的时候，不是治疗他的妈妈吗？我把这个故事的后半段说完。他发现呢，他妈妈的这个多重性硬化症，每次出来的时候都是他的头部偏一边的头部到他的脸部，会像被几百根针一样刺，所以他妈妈都会痛的，要用枕头盖住自己，然后在房间里面大叫，因为很疼痛，并发起来的时候是这样。他说他当时处理他妈妈的时候，他就发现他就很像是一堆像那个碎掉的绿色玻璃，那像细沙一样绿色玻璃，然后布满在这个位置，在能量场上他看起来是如此。所以他当时候因为还年轻，他当时用的方法是除了让妈妈能量舒缓之外，他后来帮他妈妈处理的时候，他是想象把那个玻璃渣这样一个一个这样剪出来但是后来呢，在借由周博士他们的这些教导之后，就叫他说发挥观想的伟大力量那个想象力的这个伟大力量，要告诉他说你可以用想象真空吸尘器那个真空吸尘器，你就不用一颗一颗剪，你就想象一个真空吸尘器然后把这个不属于你妈妈的东西从头部这边扫下去，然后一下子呢通通被吸到这个吸尘器里面去。然后为了让那个能量不要沾到自己身上，他一开始不是说第一次处理他妈妈的时候，处理完之后他几乎整个人瘫痪嘛，因为累得要死。然后这时候呢，之后经过博士的教导，周博士的教导，然后他说他知道了一件事情，原来呢有2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我们以前说那个武侠小说会有一种状况，就说有那种世外高人看到男主角有没有，然后这个受重伤，然后在他的这个跌落在他们的门前既然有缘我就来救你吧。那因此呢就度了20年或者是多少年的功力，一甲子的功力他就传给男主角。可是呢那个小时候看这些戏里面常常是这个神秘的这个长者或者是世外高人，他把这个功力传给那个男主角之后，自己就油尽灯枯了，他就瞬间自己就老化，然后甚至就死掉了。这个东西呢我们称之为是把你自己很像那个充电器，这个你用的是自己的力量，因此我把自己的能量传给你之后，然后自己的力量其实就没了。然后呢他发现说他处理他妈妈，他是把他妈妈身上的那个能量其实带到自己的这个身上来。所以呢亚当后来体会到以及学习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原来这些能量有一个关键，第一个就是呢不要用自己的能量去处理对方身上的东西，应该做的是什么？他说应该的是引导宇宙，因为宇宙随时就宇宙其实更宏观的来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没有离开这个宇宙的范围，然后其实宇宙的能量跟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其实只要这个人观想，这个人有在呼吸，其实宇宙的能量就跟你是有连接的，只是刚才前面说的因素，因为心因性的关系，因为病理上面的关系，所以某些地方封闭跟卡住了，可是那个能量其实一直都是有留下来的。所以他说应该是引导那个宇宙流经这个人身上的能量去处理他自己，然后二来你从别人身上刚才说的梳理或抓取的这个能量，不属于你的能量，或者是那个有我们中医说可能是比较像病气一样的东西，他发现在观想中要去做什么处理。可你可以想象一个垃圾桶，或者像我们画面上放这样的，这是亚当常说的，你想象有一个黑洞，你从身上抓出来，因为你在观想中因为像亚当的功法并不是对方在他面前嘛，可能对方在距离他3000里以外的这些地方，你只是把对方的全息图调到你的面前来，或者是你住在远方的妈妈喉咙不舒服或者是感冒，你现在帮他处理，你是调他的能量到这个眼前来，能量全息图到面前来，你再帮他梳理完之后或者抓取他喉咙塞住的这些部分的能量，在观想中的你要把它丢到那个黑洞去，或者是丢到那个垃圾桶去，然后最后呢再用刚才记不记得我们放给大家看的那个用水冲刷那个瀑布的部分，为什么那个功法亚当说当你睡不着心思火热的时候非常好用，以及你做任何能量的处理之后，然后他自己习惯都会站在光的能量瀑布观想一下，想象把不属于自己的能量然后冲刷下去。所以第一个抓取的这些负面能量要记得丢掉，丢到最好想象是黑洞然后垃圾桶 OK 真空吸尘器被吸到那个地方去，换句话说在你的心念上的部分断掉了这个部分，同时呢也帮自己在做一个这样子的清理跟冲刷的部分所以这个是他比较进阶的部分，就开始有这些做法。然后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今天不分享的，是包含说接下来就是他比较进阶的教学里面会谈到的，它包含因为他后来开的这个工作坊上门求教或想学的人越来越多，所以
这课程上就不是个位数了，有时候他说他有受邀去那个什么原住民的那种什么自然疗法，类似萨满大会这样子，他上去做嘉宾分享，哇，整个帐篷里面整个会场可能是上百人啊，那怎么有办法排队这样子做处理呢？那因此后来他在实务的教学上面，他曾经把现场所有人的能量合在一起，好，就是现场50个人甚至200个人能量合在一起，合成一个大的一个人体跟一个能量场。你会说，可是可能这个人是心脏痛，那个人是肠胃痛，那个人是头痛。他说一样，全部都放在一起之后，然后呢，他就处理这个合成一体的这个大体的这个人体，就发现很有效。就发现现场头痛的，他处理头痛，现场有头痛的全部一起好，而且他发现那个共振的效果很大，可能跟刚才说的那个交响乐团共振的那个原理，可能是一样的。所以我想这跟很多宗教那种集体祷告，然后集体冥想、集体发正念，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这个疗效。所以这是亚当他后来他会处理跟制作的这个部分。好，所以呢在讲延伸资讯之前我再回去一下。看今天还有有几张投影片，前面跳过没有说到。好，那欢迎各位同学有什么问题可以打字在这个上面，那我们到时候来看哈。然后好在这里召唤光之过程 ，OK， 接地气。好，心法上还有一个东西这个好，所以除了观想这个能力很重要之外，其实目前就我所接触的西方其实我觉得我们东方在道家或者很多气功的这些练习，太极拳等等，其实这个更是有悠久的这个历史。那西方的这些东西，西方的这些功法，有时候就感觉没有那么复杂，比较简单中华文化比较源远流长那可是他们就是简单，然后呢就整理出来之后好做1、2、3。那在这个西方的这一些灵疗或能量疗法里面，有3个能力，大概基本上是被在很多的不同派别里面都公认是非常重要，然后需要去培养的能力那我先讲不是这3个，这3个是亚当说他后来常用的疗愈3工具。刚才观想花了那么多时间讲，因为那是最重要的基本能力。然后接下来他后来说，各位朋友，你只要借由练习，你就有常常去这样的观想，去感知觉察自己的能量。那么他有7个重要的技巧以及3个工具然后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多多的这个注意跟运作。那先讲一下疗愈的3工具只要你照这3个工具，他说你只要照着他待会刚才说的7个技巧来练习的话，都可以发挥出来那我先讲西方他们说的，我看到其他的法门，他说3个基本要练的能力第一个冥想冥想。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说的想象力，就是你的超能力。其实想象力就像观想一样，非常重要。你不喜欢梳子，你可以用铲子假如你是挖土机工人或者是什么的话，你可以用你喜欢的这个工具去做这个观想然后再来，然后所以这个想象力是一个，然后再来呢，第3个其实是直觉力，所以冥想，然后想象力或是观想力，然后接着呢，再的就是直觉力感知的这个直觉力，这是通常被列为3个要走能量疗愈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基本功这3个能力练得越强那你就会越顺手。那亚当他说，除了观想之外，他体验到的以及他常用的疗愈3工具，另外一个是心电感应。心电感应是说，他说其实能量里面包含了讯息，所以其实他在连接别人能量的时候，随着他功力的进步，所以他在第3册里面开始谈到，他甚至连接到这个人，就忽然间看到自己的爸爸的前世是个渔夫还是个船员等等，发生了什么事情跟这事有关。他说他不是故意要去看的，可是就是会知道心电感应。那他是怎么运作？他包含说有那种在昏迷当中的病人，他会发念头，你以为说他植物人他感知不到没有，他发现他可以用心电感应，然后传递或者是感知对方，他可以心电感应告诉他说醒过来醒过来，或者是手动一下动一下，他发现这个能力以及对方其实有感知的。所以他在书中有提到，他有几次跟有具备类似这样能力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好像他是跟一个灵气老师什么2个人对坐2个人在屋子里面，别人看到他们2个2个都在静坐，可是事实上他们2个在沟通，互相用画面然后就是
在做心电感应的这些传导，所以心电感应有可以跟对方沟通以及投递画面的部分，然后直觉力这个就是所以亚当的他的第4册，我们中文的1、2、3册而已哈，然后他的第4册啊，目前还没有中文版的，他的书名就是直觉的力量，好，就是直觉的力量，好，所以直觉它是一种感知。他说奇怪，他有时候就是对方他说只要别人给他看一个相片，或者他妈妈提到他的姑妈，他忽然间就感知到的不是姑妈，是姑妈的老公姑丈，他最近是不是怎么了？为什么我感知到姑丈的什么什么什么？他说他就会出现一种这个直觉。然后心念其实包含意思就是类似你的起心动念，你是不是真心诚意，你是不是真心的开放，以及你真心的接受这一类的这些疗法，你的心念到底是什么？就像刚才我们举的例子，你到底这个出现了职业伤害为什么会发生？那你有没有诚实的去看自己潜在的那因素？其实是你很想换工作，但是压力很大，找不到台阶下，因此干脆聪明的潜意识就发生一件事情，好，让你手打个折，或者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不得不离开现在的工作，可以换个轨道，然后之后你还可以把责任推给别人，都是他害我跌倒，所以我才不能够做那份工作的。可是事实上是帮你自己找台阶下，所以他发现呢，他在处理这3者的这个工具，是他常常去感知、观察别人的以及应用的这些技巧。好，然后呢，再来他的这个7个技巧是什么？他在他的著作里面至少有2本书重复提了这7点，而且花了蛮大的章节，所以在其中的一册，它是称之为能量养生的秘籍，就是说训练就是开发你能量技巧的这个同时又养生的重要的这个秘籍。那另外一本书里面，它是称之为说是幸福人生的7个步骤，所以做到这7件事情是亚当认为要当一个能量疗愈师或者让自己的能量状态好的人，其实应该要注意的哈，包含说第一个是一定要练习去感觉你的能量跟觉察你的能量。那我自己的心得是，我也发现其实很多各行各业的这个佼佼者，就各个领域很成功的人士，这是他自己的领域很成功的人士，不论是演艺圈、商业界或什么界很成功的人士，我发现其实就是因为我自己也在企业界大概十几年嘛，我的经验是发现他们其实都是对能量很敏感的人。包含有一些设计师，可能是发型设计师、珠宝设计师或什么东西，事实上都是对能量的敏感者，所以这个人适合什么东西，或者现在时下在流行什么，接下来趋势是什么，他们有很强的直觉感知力那个东西是什么，就是对能量的敏感度，再加上他对这个领域的热爱，所以那个敏感度跟那个能量敏感度会不断的这个提高，所以感觉你的能量，觉察你的能量，亚当说这个是保持自己身心健康，然后或者是提升自己能力非常重要的基本功，也是我说东西方这个西方也说这个要培养自己能力的3大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冥想、想象然后这个很重要的部分。再来呢，腹式呼吸这个是我们东方有很多功法都已经强调了，告诉你他建议大家数息，就是说你每次缓缓呼吸的时候，想象就是那个气到肚子里面去。他建议一开始的时候可以数到4 1 2 3 4，然后接着再缓缓吐气1 2 3 4。等你这个很习惯之后呢，接着可以把它变成5，甚至变成6。大家都知道零极限有些呼吸数到7，数到8。OK， 好，然后再来常常去接地。每一次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赤脚去踩这个草皮啦等等，或观想当中，哪怕你在你的屋子里，然后想象刚才说的那个力如松的那种感觉，你的脚底是有气根的，是有树根的，然后伸向地底。OK， 多喝水，他说水是很重要的介质，这是亚当自己的疗愈心得。与他人发展感情的关联，这是什么意思？他建议说不是孤独一人，而是跟他人包含友情亲情爱情等等。原因是说重点是这就是一个能量的流动，因为这是训练自己把心打开把你的能量跟他人做连接，感知他人，这个很重要又很自然的这个练习所以他建议要与人发展感情的连接，然后再来是用现在式积极思考，就是不要担心，不要这个缅怀过去、悔恨过去，然后呢一直担忧的这个未来，很像我们上一堂课谈的那个美好状态。所以各位朋友想要保持在美好状态的朋友们，就像我上次的举例，同样2个可能是亿万富翁都经营一个大企业的老板，可能在美好状态的他比较多的状态是我觉得这个我在做一件
这个造福世人的事情，然后我养活了上千或者是上万户的家庭，因为我下面有1万个员工或1000个员工，然后我把我们的这个聪明才智，我们做了产品，然后造福大家。可是另外一个同样是有这样企业规模的老板，他可能不是美好状态，他可能想的是，因为小时候的创伤或者是没有疗愈的部分，我一定要赢，我一定要证明我是最厉害的，我要让当时离开我的人知道，让他后悔 OK 好，然后或这样的情况之下，他的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我要让我要让这个别人这个看得起我，然后我要怎么样，然后或者是我争强斗狠，我一定要这个最怎么样的时候，我还要更多。那我发现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真的值得各位朋友这不是宗教的问题，而是说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比较健康跟正向的人生观。所以为什么很多心灵的课程上到后来刚开始是学一些技巧，后来一定会像亚当的书里面，你会发现他除了技巧之外，哲学面占了很大的部分，特别在最后一册超过一半在谈对灵性对生命的哲学的正向人生观到底是什么。因为你建立我是谁，然后你跟天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我是谁，我为什么在这里，然后我要到哪里去，然后人为什么要人生在世，然后这个终极的这个较高层的这个哲学思想，人生观，它真的会影响到你，你才会放下那些争斗，放下那些已经够多了，为什么还要这样子，而且出发点还是一个很比较小我为了证明这个自私的东西，可以去看。好，最后一个他说要每天早上起床要常常感激，常常感激。那在他的书里面以及其他的法门都会常常提到一件事情，你知道怎么跟大自然的植物产生连结吗？你赞美这棵树好美，这个赞美这棵花好美，不是虚假的，是真心的欣赏它的时候，那么其他的很多跟大自然有关的法门都说，这时候植物跟你其实就产生连结了，那个能量就自然就连起来了。所以感激是什么？感激也是你因为欣赏就跟吸引力法则一样，感激、爱、欣赏，这些都是高振频的东西。这些高振频的能量会让你接通这个宇宙万物，所以你越感恩越感激，所以有所谓的这种感恩练习，对你都是非常好的。好，这个是亚当的这个建议。好，所以最后呢，最后剩下5-6分钟的时间，我来介绍一下他的他的更新一下他的这个近况然后以及一些延伸的资讯。好，我跑一下这个投影片。好，刚才的6脉神剑好，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谈一下亚当其实他后来花了这些时间因为他成名的时候才19、20岁，所以他后来呢这个有一段时间他不太接受个案，然后他怎么做呢？他去在主流的正规学校里面，他去拿到了这个自然疗法而且还是这个博士的这个头衔跟学位，所以他曾经有一段时间一直到19年13年到19年，他以这个以自然疗法这个博士自然疗法医生的这个名义然后在行医，然后同时还开了一间自然疗法的诊所。换句话说，就变成进入看起来像比较被社会正统认可的这个环境里面。可是呢，他最新的网站讯息是2019年的下半年，疫情还没开始之前，他忽然间停止了，就是他的这个没有停止他的工作，可是呢，他开始自己标示，就是说他不再接受这个自然疗法的这个预约，他不再以自然疗法医生自居就是不再是正统的，就是因为他是真的是上那个大学，然后去学院里面拿着这个学位然后自然疗法的这些执照，他既然这个放弃了这个部分，他自己的网站公开宣称他不再是以自然疗法医生的这个身份去，但是呢，他却在加拿大成立了2个这个自然疗法的这个诊所。那主事的呢这个挂牌的是他的朋友。但是亚当呢，我知道他还是在从事一些教学，然后以及就变成是另类疗法所以就不再是就是
我现在还不知道他的这个确切的资讯，是说没有查到的是说是不是他在主流正统的学院里面发生了什么事，还是受到了攻击或什么，他干脆不要拿那个正统的这些医学的这些系统来自居，然后他也说我没有提供治疗哦，他以前拿这个医生牌的时候是可以治疗，他现在不是治疗，我就是提供这个另类疗法的一些咨询跟咨商这样的东西。好，然后接下来呢是几个我们还有他后来著作了，他分别在1516年写了第4本书他第4本书在谈的呢就是一个直觉的力量这个直觉力的练习。然后他第5本书呢，则是他后来在寻求的很多个案当中，他发现现代癌症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各式各样的癌症，从乳癌啦，然后到这个刚才说的胰脏癌等等。所以他第5本书他谈的是一个癌症的整合疗法他认为癌症的这个部分其实就跟现在很多自然疗法的这些研究结果，我觉得是有点类似，可是因为第5册我自己还没有看过。那就我所知道，他的网站上所分享的是他觉得这个癌症它必须是一个整合，从你的身心灵各方面然后都来看，刚才提到的心因性的这个问题，灵魂上面的这个甚至是业力的问题，他后来都谈到了，然后他认为这个才是整体的对癌症去做一个医疗的这个照护，所以他后来的研究方向在这个地方。好，那所以亚当目前没有办法挂号，他目前官方网站上也没有他公开的对外国人的课程，他只有在他自己诊所里面，他说他有在做这个义工的这个分享那最新的资讯是这样。那再来呢画面上这些是几个我会建议大家跟亚当的疗法可能有类似或者想要入门的朋友，我们会建议你可以去探寻的资源，一个就是亚当自己也学习过的日本的这个灵气臼井灵气的这个系统，那这个我想在两岸三地也非常早就广为人知。然后包含有这个能量医疗这个是唐纳伊顿女士，那这个是琉璃光所出版的教材跟书籍。那就我知道国内在台湾就蛮有名的那个徐润宇医师，他好像就是这个系统的这个能量疗愈师。 OK 好，那再来有2套这个就是比较经典的，有一套就是光之手这是芭芭拉这个女士其实她这3年轻时的这个照片嘛，然后她的这个光之手的这个3部曲因为她也是一个，其实她啦或刚才的唐纳伊顿女士，那他们其实都是眼睛看得到眼睛看得到这个有点像亚当这样子，所以他们写的书里面非常多的这个图文并茂，然后他们可以看到人的这个能量场、气场等等。但是呢，他们跟亚当一样，都告诉大家说，就算你看不到，一样可以进行用你的观想、用意念去疗愈，而且经过练习，已经证实他所带出来的很多学生后来都恢复了，他们认为这是每个人、每个小孩天生有的这个能力。OK 好，然后再来有另外的这个课程，它是另外的这个接下来这2个功法，就是比较是在新时代领域，它比较像是一个较长时间的修行，但是它也是跟光能量有关的。那么只是它不是几个技巧，这个2-3天的工作坊就会结束的。那它会用光的能量去是从你的灵魂，或者是从你的情绪体、心智体等等，就是更细部、更精微的这个灵性层面去休息的，比较像是一个长期的修行法门，有光的课程的部分。美国德州的 Tony 奶奶所引导的，还有另外一个新时代4大名著之一的欧林他的这个开启光体萨纳雅女士然后所这个接讯息所下来的这个光体的课程，也有很细微的光的能量运作，它的功法也是得练习半年到1年以上的系列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个是近2年来这是很高单价的这个课程，可是这就是我说的星域奇迹来自英国的这个杰瑞但是他的这个书里面，你就会发现，如果是你先读过今天亚当的这个书，或者你看他的东西，再看完光之手，再来看他的星域奇迹的话他说他是在埃及接到了这个能量，但是你会发现他的书籍里面的功法有非常多的部分我觉得有相当高的比例是致敬亚当跟光之手的这个疗法跟功法只是他自己有做了很多这个插图，包含刚才说的全息图等等，他有自己的这个著作就自己的制作但是其实功法是非常类似的。所以呢
结论上来说，我觉得亚当的功法它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简单它概念很简单。然后亚当他也是一个很单纯，他有1/4的华人血统，1/4的印第安人的这个血统，然后很热情真诚的分享。那所以网络上大家打他的英文名字会有几段，会有比较多的是他英文的专访。很可惜我们中文的部分我有邀请过他来3-4次，包含跟他的家人联络，可是那时候他刚好一开始他就是说刚刚入学去念那个去念自然医学的学位硕士，然后跟博士等等，所以邀请了他3次还没有能够成型。但是呢，各位朋友可以从他的著作，就是我建议大家的可以去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去借或者去从2手的这个网络书店去买，然后来了解这个部分。然后我自己也会持续的跟胡唐老师也会持续的开他相关的这个分享，或者是我们的共修会等等。